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鱼环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：壮阳。壮阳是一种社会现象，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。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现在。我们从3个角度出发，第一个是与自己的关系，第二个是与社会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。从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它增加的属性似乎跟自己的满足并没有什么关联，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给去除掉。然后我们从与社会的角度出发，这部分属性似乎又有极大的隐蔽性的不可知性，所以的话，这部分好像也没什么关联。那么我们可以从与他人的关系进行深挖。首先，我们先讨论一下同性之间的关系。说到男性，我们似乎能够想起比较这2个字。从比较的角度来说，那方面的属性它比较的隐蔽，似乎除了长度之外，其他的属性值都无法的量化，并且壮阳似乎无法增加那方面的属性。不过如果可以增加的话，请联系我。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如果2个男性要比较那方面的属性，通常使用夸大的方式就可以了。例如我直接炫耀我有多强，我有多长之类的，就可以完成目的的，不需要去直接增加这方面的属性。现在我们从异性的角度出发，异性又可以分为伴侣关系跟非伴侣关系。我们跟我们的伴侣组成一个家庭，通常是相互交换需求。从马斯洛的角度，需求分为5个方面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爱与归属的需求，更上层的话是尊重的需求、自我实现的需求。似乎壮阳只能满足生理的需求，而对更上面的需求并没有本质的关注。但生理需求是强度最高的需求，如果这方面的需求没被满足的话，通常我们上层的需求也会变得不稳固。那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我们跟伴侣之间的联系总是在交换的彼此的需求。从这样分析看来，似乎最底层的需求是最简单的，而上层的需求似乎更复杂很多。例如爱与归属的需求，通常我们需要大量的共情跟理解跟相互的倾听，才能建立这方面的需求的联系，但这也是现在男性比较难做到的方面之一。那更高层是例如自我实现的需求，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，通常支持双方的事业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，所以看来最简单的需求是满足生理的需求，那么壮阳的作用可能就凸显出来了。我们再聊聊非伴侣之间的关系。非伴侣关系又分为正当关系跟非正当关系。从正当关系角度出发，似乎那方面的属性好像也没什么作用，那我们这一方面可以直接 pass 掉。我们从非正当的关系出发，又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我们是出资方，我们提供财务相关的，而对方提供服务。从这方面的角度来说，似乎那方面的属性又并不是很重要，我们只要被动的被满足就行了。如果你是从事某些特殊的职业，需要别人出资，或者说它是一种没有金钱交易的关系，那么这方面的属性又会变得相当的重要。但是这个情况又不具有普适性。众所周知，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环境，例如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、事业，还有亲朋好友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要维系这么多种关系，我们不希望这些关系中间错综复杂，例如从工作中带来的焦虑，我们带到了家庭中间；从家庭中间带来的焦虑，我们又带到了亲朋好友之间；从亲朋好友获得的压力，我们可能又带到工作之间，这会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。我们总希望他们之间能量的联系是切断的，所以家庭的稳定就相当的重要。我们从自身需求的角度出发，下层的生理需求通常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下层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话，通常上层的需求也会受到动摇。例如现在我们特别内急，那么我们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好。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讲，我们成为一个社会角色，通常要自信才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而自信又分为很多维度，例如自身的能力、财力，还有各种属性。而这方面的属性又是一个重要的属性，它能够让我们保持自信。聊完了壮阳的现在，我们来聊聊过去。母系社会是人类很长的一段历史，从250万年前到1万年前都是处于母系社会。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，女性占主导地位，而男性更多是资源性的角色。虽然这段历史无法考证了，但是我们从现在的社会看，资源型的角色似乎更加注重需求的给予，并且我们回到那些岁月，农业跟繁衍似乎至关重要。
每当春分时节，我们总是举行大型的聚事活动，其中就有关于农业的，并且也有关于繁衍的，那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。我们这边就不展开说了。在人类学中，人口的制约因素一直影响了我们的文明。以前的大部分时间，外在的因素一直影响了我们人类，例如繁衍、战争、食物等等因素。到了最近几百年，我们内在的因素才开始影响人口规模，例如文化之类的。然而，据有迹可查，似乎战争是在1万年前才被发明出来的。那1万年前，我们又是怎么样制约人口的发展呢？通常来说，食物的供给跟人口的发展它并不是线性相关的，总是会有多余的人口出现。我们要怎么样控制人口呢？它似乎是个大问题，似乎以前就是用祭祀的方法来控制人口的。那么突然壮阳又变得非常重要起来，这毕竟是关乎到我们的生命的安全呢。但这段历史并没有准确的证据，似乎这方面的可信度也比较低。就是我们继续分析为什么壮阳的现象能在一个人身上稳定的呈现呢？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通常我们因为某些事情产生了心理压力，然后进行某项行动，这个行动本身释放了这个心理压力，这是个很完美的闭环。所以每当我们有心理压力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执行这个程序，然后释放心中的压力。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在释放压力的情况下产生了其他正面的影响或者负面的影响呢？如果它让我们亢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能去追求亢奋本身了，而忽略原来的目的。那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如果它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，那似乎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一种循环了，我们也会终止这种行动。所以壮阳若有若无的效果，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持续的因素。我们继续分析壮阳消失的可能。我们从个体的角度分析，壮阳什么样情况下会消失呢？前面提到，我们跟异性伴侣之间的链接是多种多样的，其中生理需求是最下层的需求，也是最简单的需求。当我们能够满足伴侣更上层的需求，例如我们能够更共情伴侣、支持伴侣，并且能够在他事业上有一定的支持，或许最下层的需求就不再重要了。那么我们可能跟伴侣之间的关系就不需要通过壮阳来进行维持了。我们从社会的视角分析，现在我们更关注人外在的属性，例如财产、汽车、房子、名车、名表之类的。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更关注内在的东西呢？例如性格、认知、知识之类的东西呢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其实外在的东西它并不是稳定的东西，它会受到情境啊、环境的影响，而内在的东西似乎更稳定。比如说我们的认知，我们跟他人的交往方式之类的，它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。似乎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更容易从外在关注转为内在关注。当如果我们完成了这种蜕变之后，似乎外在的属性它就不那么重要了，那么大家关注的壮阳它可能就消失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